基础书法入门，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如何让笔法游刃有余？以下内容仅供参考。很多人形容书法纯熟的人，笔法游刃有余，好像毛笔就是自己的手。其实，当我们不断临摹、不断汲取各种技法，对毛笔特性与笔法的创作关系了若指掌后，就能做到游刃有余。换言之，毛笔就成为你的手的一部分了，固然听你的话。如下我们就说说如何让手中的毛笔听你的话。一、笔的运行轨迹。笔的运行轨迹指毛笔在书法表现载体在纸上、卷上、竹上、木上等的运动行进的路线，因此而留下的痕迹。笔的运行轨迹因书体而异，因风格而异。正书、楷篆书、隶书、楷书讲究逆风起笔，回风收笔。所谓逆路平出，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就是对笔的运行轨迹的基本要求。在起笔和收笔的过程中，笔锋往往两次经过同一个点。行笔过程中，笔画圆转处，笔按弧线行进；笔画平直处，笔按直线运动。行书、草书由于运笔较快，笔意连贯，正书中逆起回收的要求被淡化。一笔之中，笔锋很少两次经过同一点，交叉除外。同时，行书、草书变化丰富，直线条相对较少，笔多按曲线运动，连绵前行。二、笔的运行速度。笔的运行速度是笔运行的急与色，快速与慢速。急，快的意思，但急并非一味的快速，仍需起伏行笔，极具有力。色，慢的意思，急行笔要留得住，但又并非停滞不前。字的点画不同，行笔速度亦各异，故有急、色之分。一般而言，写正书的速度要慢些，但又要有行草的灵动；写行书、草书则要快些，但又要有正书的稳重。笔运行的速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具体情形时缓时急，交替前行。三、笔的转换过程。一般而言，用1分笔线条轻盈灵动，用2分笔线条劲健润泽，用3分笔线条浑厚沉稳，用笔根线条苍迈演绎。在实际书写过程中，笔毫与表现载体的接触往往在多个部位之间相互转换。提笔浅行则笔画清细，按笔深进则线条粗重。四、笔锋在笔画中所处的位置。根据笔锋在笔画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用笔方法有中锋、侧锋、偏锋之分。中锋亦称正锋，指运笔作书时，笔锋处于点画中间。为使点画圆润，历来书家多主张笔中锋，因笔锋在点画中间运行时，墨汁顺笔间流注而下，均匀渗开，达于四面，点画也就无上重下轻、上轻下重、左重右轻、左轻右重等缺点。故中锋乃书法之根本笔法。追画杀，无漏痕及中锋之余。偏锋即运笔时，将笔之锋尖偏在点画之一面，写出的点画往往有轻重不匀，一边光的，一边毛的等弊病。一般书家以偏锋为败笔。侧锋指运笔时笔锋所处的位置在中锋与偏锋之间的一种用笔方法。侧锋用笔是中锋用笔的必要补充。在以中锋为主的前提下，适当运用侧锋，可使点画痛快淋漓，跌宕多姿，富有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的，正以取尽，
侧意取言，正意主古，侧意取态。我们在王羲之、苏轼等书法大家的作品中，常可见到侧锋笔法的运用。第五，笔的竖立程度。根据笔与书法表现载体的平面是否垂直与笔的倾斜方向与运行轨迹的关系，笔的竖立程度可分为垂直、基本垂直与运行轨迹基本一致的倾斜与运行轨迹不一致的倾斜三种情形。垂直指笔与表现载体的平面呈基本垂直状态，这是中锋用笔时笔的基本状态。与运行轨迹基本一致的倾斜，指笔的倾斜方向与笔以往或记过的方向基本一致。有笔毫在后，笔杆在前可称为拓，即笔毫在前，笔管在后可称为推。两种情况。与运行轨迹不一致的倾斜，指笔管偏出点画之一侧的倾斜，通常的情况是笔尖在点画一侧，而笔管则倒向另一侧。侧锋用笔多用此法，若笔管过于倾斜，笔腹着指横行，则为偏锋，不可用，用则变薄。第六点，笔的转动状态。根据笔在运行过程中是否转动，用笔方法分转笔与不转笔两种。转笔指运笔时指笔之手指与笔管的接触部位不断发生变化，演动笔管，令笔管转动的用笔方法。不转笔其意相反。转笔是笔法的重点，也是书法之法的重要方面，中锋行笔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转笔才能令笔锋常在画中行。丹夫与公主争道，鹅划水，就是古人对转笔的生动比喻。道，鹅即笔杆，丹夫与公主，鹅掌即笔杆两侧之手指，争划即是两侧手指的来回连转。转笔的方向应视笔的运行轨迹而定，如相向之两竖，行笔时左竖左转，右竖右转，而相背之两竖，其转笔之方向则相反，左竖右转，右竖左转。横划则是其俯仰，折划则是其外拓内咽，来确定笔转动的方向。反过来说，则不同的转笔方向决定笔画的运行轨迹和书法风格。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